好了，各位親友，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啊。先分享李燕同學的一個體會。他說：“感恩群裡各位老師啊，說撿垃圾盡己心，說遛狗撿垃圾兩不誤，日行一善，說我能為你做點啥，帶着愛遛狗做家務。說修慈儉謙，一日反省啊。遇到鄰居大姐抱着她家17歲的老狗，說已經不吃不喝了。”說起小時候可愛的樣子，流下眼淚。我趕緊安慰他說：“養狗就是這樣子的，說再可愛它也會死，想開了其實也沒什麼的。世界上萬事萬物都在變化，珍惜當下，好好照顧它，過好每一天就可以了。但願大姐能平靜地接受這個現實吧。”說修願造的無怨無悔、快樂平和的一天啊。說學習829課，讓呼吸，我退出，讓本能。說跟着李老師的節奏啊，一步一步的深入，我好像真的站在身體之外，看着身体本能的運行着。想起来前天去国博，在天安門廣場啊，一队武警戰士整齊的從身邊走過的時候，我就是安靜的站在一邊，看着他們威武霸气的走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后面其實我們前面分享的時候也在講這樣的問題了，就是那個讓，就是你在在路上看着人走過去，你心跟前站那兒，靜靜的看着對方過去。像他說看在天安門廣場看着武警戰士那種，大家可以想象那種感覺，只是用言語不太好描述。就是你在那一待，我相信每個人這種讓武警戰士，有的那是一種恭敬的崇敬的這樣一種感覺，有的時候像小朋友，幼兒園的小朋友走過，你讓小朋友，你看着小朋友那種慈愛的那種安心的這種感覺，就你可以每個人生活當中，我現在都會有類似這樣的感受。你就這個讓，所以現在我也要讓出來，身體在呼吸的帶領下，就在呼吸帶着，不是說頭腦自然的運行着，一呼一吸間呀，身體節節貫通，整體的開合着，一吸一呼它本身就是個開合呀。說暖暖的腰熱乎乎的，腰部會熱乎乎的。其實每個人感覺都不一樣不一定說李彥同學這樣，我也一定是這樣，那也不一定說手腳都熱起來了他這種體驗是非常真切的好像每一寸肌膚都在參與呼吸似的，真舒服。但是那個我總是不甘心徹底退場，這也是很實在的。那個我他在這耀武揚威多少年了，要馬上退他不容易退的。說有時呢又會出來嘚瑟一下，只能再調整，讓站在一邊看着一樣，安靜的就好像那麼安靜的看着一樣。其實後面我也講過，這個安靜的看着也是我們常態那種感覺，好像有個東西看着，其實你真正讓了之後，那個讓它就散掉了。其實不是說那個我散掉，它本來它就不存在。就你覺得好像站在旁邊看，其實孩子的意識當中他沒有徹底的解開它當然這樣一種感覺已經是非常非常好的感覺了那後面他這是4月12號13號他又分享了，他說樹立的時候後天的我不參與，就安靜的讓呼吸帶着身體自由流淌，真的是類似這種感覺。說那溫暖歡暢的整體感真是舒服極了，難以說無以言表的美好。這今兒就是高興，時間到了真不捨得收，就自己鍛鍊的時候那就不捨得收。說感謝老師傳授的這個好的心法大家注意，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這個心法我自己實踐了很長時間，然後我才跟大家起了這麼一個名字就是跟大家來分享這樣一個內容。在分享之前呢，我也和個別同學也分享過了，真的是很好很好。就是你往那一待的時候你可以想象让這個隊伍走過去了，你也看着他们觉得可能你一點不去影響他，你不用跟打個招呼，我在讓你了也沒有這個，就是你心甘情願的站在那兒，就那種感覺，一吸一呼就是讓呼吸，就讓呼吸這個大部隊，像武警戰士大部隊，他在自己進行，讓身體的每一個細胞
自然進行。其实有时候它简单的很简单，自然进行。就你看那个树，那个树在那儿，花在那儿开花，你在那儿，你说你得快点开，你不会，你就这个树開花了，這個樹還沒開，明天那個，你就是你不強迫它，就是類似這麼種狀態啊。好了，我們還繼續來分享這個，就是我讓呼吸之後，你產生那種合一的狀態，在生活中的應用。我們講了吃飯了，講了做行善了等等這一些哈。那麼今天講什麼呢？就說話。其實這個呢，在前面講了很多了，但是我還是要特別強調一下這個說話這個內容，因為我就發現身邊有同學有朋友也是，還是處於這樣一種狀態。比方說在一起交流的時候，一起跟朋友在一塊說話的時候，他不是交流，是說話。是什麼說話？就我只管說我自己的，對方能接受多少？對方是不是想聽你這些話？或者說你說的這話，對方接受沒接受，聽懂沒聽懂，根本不管，只是我自己去說。就兩個人有時候說的時候，其實呢不是在交流，只是各說各話。各說各話，大家想想是不是這樣？比方說有的時候對方一個說話了，這個話還沒說完呢，你就開始回應了，把人打斷了。對吧？對方想表達一個情緒，你就急着還沒說怎麼樣呢，你就急着你要給他建議了，給他評判了。人家可能你建議的東西，可能人家正在做，他只是在表達一下情緒，他並不需要你給他建議，也不需要你給他評判，不需要你給別人一個說你就來個居高臨下，作為一個師長的態度，我給你做點題，不是這樣。你只需要什麼呀？靜靜的聽就好。他跟你表達情緒是對你一種信任，這個信任就是你情感這種信任，你就聽，可是你就着急就要去給人去指點一下，大家想是不是這樣？就你在關注什麼呢？我要說什麼，而從來不關注他在說什麼，或者他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上。大家想生活中說話有沒有這種情況？太多太多了。就兩看似在交流，其實是各說各話，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中間隔着一層什麼？我就說看不見的牆，就那個就不叫對話，只能叫說話。也可以說是兩座孤島互相在發送信號，可是呢，你只是發送了，沒有到對方那會兒，你這個島在這兒發射信號，這個發射信號到中間隔去了，到這兒打回去了。看起來好像我給他發了一下午信，說了一下午，他跟他說了一下午，其實真正說到對方那兒去的很少很少，只是很多人都有過的類似這樣的情況。說到底還是自己說自己在自己裡面。後面我們看可能還會分享這樣一個內容，其實題目主要內容大概是什麼呢？就你面對的不是客觀世界，而是你自己的主觀念頭。這以後這話再說哈，我們就講這個說話哈。說讓呼吸的說話中怎麼體現呢？就在呼吸中我們學會讓呼吸自己發生，讓那個我退出，讓生命自己運行。那與人相處也是這樣，就跟別人相處的時候也是這樣，你要學會讓。或者什麼意思呢？讓對話發生，不是說我在說話，而是交流。你人和人之間交流自己發生，也就是放下那個急於表達、急於辯解、急着證明、急着指導、急着教育別人的那個我。你平常是不是這樣？就要表達自己，要辯解，要證明自己怎麼樣，要教育說別人怎麼樣。特別有的時候生活中特別有人就喜歡自己站在一個道德的高點上，去給別人指點一下。就怎麼樣？要把注意力從我要說什麼收回到他在說什麼，不打斷，不評判，就只是什麼呢？只是聽，
也不去預想他可能要說什麼，都没有这個。就当那个一直在表達的我，一直在準備下一句，一直在什麼去準備下一句倒好，有的時候不是準備，一直被習氣自己出來的那個下一句，所以一直在分別對錯的那個我退出去之後，那個交流啊才回歸它本來的樣子。這時候的交流就不單單的說，那還得有什麼？還得有聽，這才叫交流。你不知道，你單單一個一直在說，那就不叫交流。你這樣去聽的時候，你會發現，哎呦，語言或者話語只是水面上的波紋一樣，真正重要的是水下的湧動。比如說他說我沒事兒，你可能聽到的什麼呢？喲，我需要被看見。他說你不用管我，你可能聽到什麼？我害怕被拒絕。他說你怎麼又這樣了？你可能聽到的什麼？我受傷了，我需要你理解我。就不是用頭腦去分析了，而是用心去感受了。就當我退出之後，你不再只是听到字面的意思，你會直接感受到對方話語背後的那個感受、需求、渴望，就而不是什麼呢？我推理出來的，是聽出來的。這個聽是什麼？用心去聽，聽他的心。就無聽之於跟聽息一樣，不是聽之以耳，而是聽之以心啊，不聽之以心，聽之以氣，不是單單落實到那個字語上。就這個時候，兩個人才不是什麼兩個獨立的個體，而是在同一個頻率上共振。而有的時候，比言語更加能夠體現合一的是什麼？是沉默。就最好的交流，有的時候是不說話，兩人坐在一塊兒，什麼也不說，也不覺得尷尬，反而有一種很深深的什麼安寧。那個又不是說無話可說，而是不需要說話，在沉默中共享同一片寧靜的空間。大家想，共享同一片寧靜的空間，這片寧靜不就是合一本身嗎？這個空間不就是合一本身嗎？但如果說我在這不說話，我想我的，你不說話，他想他，那不叫共享同一片寧靜的空間，就是共享同一片寧靜的空間。其實這也是一種說話，或者是也是一種交流，是沒有言語、沒有話的那種交流。語言呢會誤解，詞語會有局限。語言有時候說會誤解，詞語你會說不清楚，會有局限，但沉默不會。在沉默中沒有我和你，只有一片安靜的覺知。這片安靜的覺知將我們怎麼樣？包裹在了一起。你在這片寧靜裡，他也在這片寧靜裡。你們是什麼？同一種存在的兩種表達。我表達的是寧靜，你也是寧靜。我在這個空間，你也在這個空間，這就變得不一樣了。所以我們每個人就應該就是要學會什麼呢？有適當的時候，我不說話，少說話。跟別人交流的時候，讓對方多講一講。是在你的傾聽中，或者是交流中放下自我去傾聽了，你會發現，就你不再試圖去說服對方了，因為你不再需要證明我是正確的。你也覺得你是正確的，你只要說服對方，對吧？你也不再急於給出建議，因為你也相信什麼？你相信你自己，你也相信他自己，他那個自己，他自己有答案，人家不是不懂。但有的時候很多人就喜歡好為人師，總要給別人指點指點。
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但你在那个宁靜空间，你发现哦，我这知道的，人家也知道，不用你多说。就你不再害怕冲突，因为你感受到了他情緒背后的什么那个痛苦。你不再什么呢？我在对你说话，而是交流在你们之间自然的流淌。为什么你看跟有的人在一块说话说的特別舒服呢？有時候甚至沒怎麼說話，待一塊，哎呀，覺得很舒服。那個交流在自然流淌，你那個我不隔着，他那個我也不隔着，兩個空間，您空間融到一起去了，他不用說多少話。就真正的好朋友，有的時候啊，無話不說，說不完的話，可能好久不見，說不完的話，可能待着什麼話不用說，就靜靜在那待着，你也不覺得尷尬，反而覺得什麼呢？呀，很充盈，很豐富。就你不再是兩個分開的人，而是同一片意識海洋中啊，兩道波浪都在這海裡，波浪有起有伏的，那個海水什麼是一體的，你真的會有這種感覺。如果你生活當中，無論是家人還是朋友，你如果能有這樣的朋友，那真的是很幸福的。但這樣的朋友不是說單單要求對方，你兩個人都得有這種認知、這種覺知的時候，你會覺得哎呀，在一塊非常的舒服。這是人與人相處中的那個合一，那這個合一不就真正的和諧嗎？成為一個呢，就真正的和諧。有的時候你跟一個人講話，講一會兒話或者講多長時間話，你會覺得很累。就下次你再想跟他說話的時候吧，他找你，你覺得有點害怕他，你不想跟他多說話，因為你有那個不舒服的那種感覺。而有的人在一塊，哎呀，你說待多長時間都可以，說話也行，不說話也沒問題，總會覺得很輕鬆很舒服。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哈？所以下一次我們在跟別人交流，我們不要去讓別人怎麼樣，自己先變什麼呢？我放下手機，放下念頭，放下急着回應的那個衝動，或者是急着反應的那個衝動，只是什麼？只是聽他說什麼，也聽他沒說什麼，聽他的語氣，聽他的停頓，聽他沉默時的呼吸。你看，當你在聽對方的呼吸的時候，或者叫同呼吸共命運，你就能感受到他的情感。大家可以試試這個小招，要聽他的呼吸。你聽他的呼吸就能感受他的感受，感受他的感受如同感受自己的感受。因為當你就沉默傾聽對方呼吸，發現你呼吸跟他是合在一起的，你一吸一呼，他也有這一吸，那個整體感一下就出來了。大家可以試一試這個就你會發現當你真正去傾聽的時候，對方也會慢慢的柔軟下來。因為你一傾聽，你跟他合起來了，他也會柔軟。他感受到了什麼？我被看見，被接納，被理解，就那堵牆不知不覺就消失了。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哈？這時候就好像不是你在說話，嘴上說，而是心在傾聽。不是人和人之間你在交流，而是什麼？那個愛在流動。就那份愛一直都在，只是等你把那個我給讓開，把那我讓開。
所以今天我特別強調，因为前面已经講過這種說話把愛帶到言語之中等等這一些，今天又講這個就是說我在說話的時候，把那我的讓出去，讓開，不是我一讓開，給對方說話的時間，給對方說話的空間，不是一定要按捺住自己老要說話的那個衝動，老要去給別人講講，哎，我跟你說說，我跟你說說，这個，老要打斷別人等等這樣的衝動。因為什麼？你每一次這樣弄，你就是誰在幹活？那個我。而我們鍛鍊恰恰要消解這個我，所以當我馬上這是一堵牆，我是一堵牆，他總要隔着干點事，把它拆開，放下，把它推倒它，不讓它出來，因為你說的一直是你知道的，你只有聽才能聽到什麼？听到你不知道的，去感受那種合一的狀態，感受對方的呼吸，合到一起了。是我們的讓呼吸的這個鍛鍊學會這個讓的之後在生活中處處都可以用，處處都可以用。我沒有了，讓那個交流，讓人跟人的交流自動的發生，真的是這樣。如果說那個我的太重了，我總要怎麼樣，我總要怎麼樣，那個交流不好發生。你只有當那個我放掉之後，有時候你會突然有感覺呀，好像是两個人氣息通起來了。真的，你會發現哎呀，我跟周圍的一切都通起來了，包括周圍很多人也是一樣。你這個我一放，你會發現那個通起來了。我在那兒，你總隔着自己，把自己和別人隔裂開。這中國傳統文化非常核心的點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這個在鍛鍊的時候是完全可以通過讓呼吸這種鍛鍊來去體會得到的。體會到之後，這種感受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好，現在我們就開始練我們先坐上安靜。好，安靜。安靜，就你體會那種看那武警戰士咣咣咣正步走過，或者走過去，看見幼兒園小朋友在路上排着隊走過去，你站在旁邊讓開的那種感覺。讓呼吸。你一吸一呼，胸腔、腹腔一定會有變化。就像讓那個隊伍走過一樣，讓這些變化自動發生。你身體裡有無數的細胞，
進行着新陳代謝。你覺知自己的身體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我退出去，退到一邊了。不參與，不評判，只是讓生命如其所是，自然变化。关鍵是頭腦讓開，頭裡面渾渾乎乎，就真的像睡着一樣。全部的覺知力、注意力，那個精氣神，全部回來。集中到呼吸上。
盡量坐這兒，一動不動。大家呀，慢慢的变成竖立。就像你让一棵树它自己站在大地上，
進行光合作用，生長，就像这個一樣。因为你无法指导那个树如何进行光合作用，你相信它本有的智慧。你站在这兒，相信你自己这個生命，將我讓開。如果你的精神能定住，就覺知整個全身這個空間，這也可以。這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呼吸心息相依，呼吸波及到整個全身，覺知這一片空間。無論體呼吸也好，或者胎息也好，你不用管它，你只是安靜地站着，就像讓那棵樹一樣，讓你的生命自然地運作着。每當有雜念，就馬上心息相依，覺知這片空間。
恍惚惚，定着不動，給身體這樣一個時間和空間，去自己運化，自然造化。您根据自己的情況安排休息的时间。